好事连连，喜讯来一波。王一博上榜好莱坞最受欢迎演员。日本电影权威媒体总结最受欢迎的全球10位电影演员，王一博位列其中，是唯有的一位华人影星。说一下，该杂志为专门报道外国电影的杂志，主要专注于好莱坞电影，于1946年创刊，今年是创刊的第78年。不仅在日本，在全球电影类专业杂志中也非常具有权威性。全球电影明星有典查、荷兰豆、巴特勒，王一博是唯有的一位华人影星。全球影坛力捧的电影一个都在上面，而且基本都有本国的电影奖项提名或者得奖，就是全球电影圈超受捧的美男影星。而我们东方面孔的代表就是王一博，这是收割的世界良田。在名单上，王一博是最年轻，来自于亚洲的标签，全球范围内被鼓励的对象的年龄段都已经来到了 Z 时代。我们的对外输出不仅有优秀的传统文化项目，更有如王一博这样优秀青年代表。作为我们的门面担当，国草王一博水灵灵地走向世界，展示我国灿烂的过去，还有美好的现在，更有理想的未来。王一博的3部影片保质保量，提名金鸡奖，更是代表国牙名片在全球呈现。别说王一博为何深得咱们喜欢，拍的作品又红又正，因为这种作品更多是呈现中国的文化和风貌。无名是抗战片，中国谍战题材，长弓呈现中国航空监视机的发展史，热烈是中国街舞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写照。就是这么让人羡慕，就是这么棒。我们的郭讨王一博果然给我们争气。你不得不不服，多次登上世界的趋势，一个让全球时尚圈都瞩目的男人，让顶奢松口，高奢疯狂抛来橄榄枝的男人，一个一出现从头到脚都成爆款的男人，一个每部作品都出圈的男人。时尚圈全球8公认媒体500强中，王一博成为今年唯一的中国男明星，全球10位电影演员中唯有的中国面孔。这么棒的波波总会给我带来惊喜。作为国草在全球收割世界良田，你说怎么会有这么棒的人？夸不完，根本夸不完。金鸡奖意难平，水的离谱，从男主到女主，各种声音一浪接一浪。不过这都不是我们关注的，因为我们在乎的只有一人，王一博。王一博身上有一种被怜惜的感觉，他的摩托大军们都是操碎心的妈妈粉，孩子加油，拿下大金鸡，没有拿奖，各种安慰，下次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拿回来。扭头他们就盯着王一博，各种视角一顿猛操作，直接扛着8倍镜，把王一博的一举一动都被扒拉出来了，更是笑点频出。王一博难怪不爱搭理，这群女人就是这么来回折腾，说好的彼此守护，终究还是把王一博的面子里的都抛之脑后，怎么开心怎么来。一句话，正主行为切勿上升到摩托大军们，还有奶又萌还搞笑，都说王一博身材好，他们却盯着王一博的翘臀流哈喇子，好身材让人浮想联翩。金鸡奖提名，王一博打开奖章，面带微笑看了一会，还会偷偷把手机里藏在奖章下面，挨着杜华，指着嘴巴，左边指一下，右边也来一下，这是什么情况？上火了吗？杜大妈，请告诉我们，到底王一博跟你说了什么？上台领的奖，后面的礼仪小姐藏不住的眼神，偷偷瞟一眼王一博，那个眼神和情绪管理，好搞笑，盯着后脑勺笑开花。可是这么近距离看王一博，真够幸运。如果换做我会直接扑上去，太激动了。活的王一博就这么水灵灵的站在我前面，此刻我幸福了。在金鸡奖那场，王一博坐在座位上，没事拍拍手，盯着自己的手一顿打量，想啃手指的心思不言而喻。再加上爱上攀岩，他这段时间估计没少爬，手指粗糙很多，除了玩手指就是把手机藏在大腿下面，这一幕幕都被他的粉丝给扒拉出来。王一博有些猫一样的性格，喜欢黏人，跟熟悉的人呢叫一个腻腻歪歪，不知道说了什么，两眼放光看着王传君，难道提前知道谁得奖了吗？在两人都没得奖后，还是一起拉个手安慰一下，人家都不苟言笑，唯独王一博笑得跟花一样，拿不拿奖貌似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一样。瞧瞧这孩子的心量就是这么大，没办法，笑得也挺多，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份淡然，一本正经的搞笑。这就是王一博，给你带来新鲜，从来不重样，活蹦乱跳，夸不完，根本夸不完。一句话，你用过百雀羚吗？中国人恐怕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个百年品牌，这是伴随我们长大的品牌。如今都这么水灵灵的被推上了热搜，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商战。没想到百年国货，一个代表国家形象作为薄礼的品牌，出现这种被资本打压的情况，着实让我们看到了国货之路的不易。随着王一博作为代言人，国货品牌逐渐崛起，强强联合，开启年轻化转型，才会被某些外部资本眼红，又以往老把戏来操控舆论进行打压。如果不是这次举报，我们才知道百雀羚这么甜蜜化的护肤品，原来真的都是植物成分。百雀羚也在事情发生后做出了回应，因为配件的升级，百雀羚发布声明，涉事原料为原叶牵牛提取物，该原料在2021年5月26日前是合法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百雀羚已在2021年4月25日对该产品配方进行了调整，并通过备案。2021年5月26日后，百雀羚没有再生产过任何添加有该原料的产品。与此同时，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调查结果，认定百雀羚不存在违规行为。
真是服了，国货品牌亲民化的价格，植物提取的护肤品，不和中国人肤质的产品，就这么水灵灵的被人盯上了，想办法来抵制，真的是寒心。前有娃哈哈，后有莲花味精，如今又有百雀羚，这些默不作声的国货品牌便宜又亲民，良心企业却终究败给了资本。他们低调不宣传，不曾想如今遭遇的境地是如此的可悲可叹。这次我们看到了资本博弈下的嘴脸，我们不再被资本牵着走，支持国货品牌，我们义不容辞。他乡的眼睛是雪亮的，也越来越清晰的看透。昔日我们讯息不发达，总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如今我们不会再受制于资本操控，而是理性看待一切。无论你如何宣传猪妖，我们都秉承理性，好东西总会被看到。这次如果不被资本竞争，我们不知百雀羚实惠的产品真的做到了自然无添加，草本植物配方干干净净。百雀羚是国礼，不和我们中国人肤质的产品，用的本土植物，为它代言的都是国草王一博，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只能说一句，中国人不骗中国人，有良心的国民企业，我们需要鼎力支持。这次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让一个100年品牌遭受舆论风波，一句话做到100年的品牌，值得信赖。这是我们自己的国民货品，需要我们好好保护，继续传承创新下去。国货要崛起势不可挡，我们早已更不是昔日的小白。百雀羚这次风波就是很典型的专门整国货的经典套路，打的就是标准差和掐头去尾的舆论定罪的公关战，拿以前的产品对现在的标准，然后精准定性式的热搜引导品牌危机的行业商战，在你没出来说明前就给你定罪，全网传播。要知道之前啥品牌某款产品出问题或者啥的呈现形式都是某某品牌的某某产品中含某某超标或者发现某某问题，但是百雀羚一来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举报信，大半夜的几万阅读量的百雀羚化妆品涉嫌添加禁用原料基本属实就直接热搜前5，早上直接登顶热搜第1，没有说明啥具体的产品名，没有说添加了哪种禁用原料，没有具体的明细，就一个媒体的含糊定性就直接给百雀羚定罪了。这背后没人推动，我是不信的。但百雀羚上班后反应也算很快了，清清楚楚明明细细的话反映了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一款洗面奶，所谓的禁用原料也就是原液牵牛提取物，就是牵牛花的提取物，以前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但2021年5月26日国家新规禁用这个成分之前，2021年4月25日百雀羚就已经调整了配方，国家标准更新后再也没生产过任何添加这个成分的产品了。之后的产品也是符合规定的，所谓的举报就是拿以前的产品去投诉不匹配新标准。百雀羚不含糊，有理有据，一条条精准回应了争议，有产品底气也是无奈，甚至百雀羚的澄清都上不了热搜，你说澄清没问题，人家热搜标题就给你定罪了，出来帮忙说明下。互联网就是造谣满天飞，辟谣跑断腿的，人们天然就爱看和传播负面，很多国货一有出头的就会被刻意打压，但百雀羚100年老国货了，这么多年了，性价比之王，优惠实惠走的就是大众路线，有问题咱说问题，不要让这种掐头去尾的谣言成为商战舆论战的一份子。184家媒体发布百雀羚有问题，但为什么百雀羚辟谣回应却才23家媒体发布？你就是一款3年多前就改了配方的洗面奶，为啥所有报道都不提，全部掐头去尾的盯着你全品牌不放？接上期从舆论公关视角看百雀羚风波，其实套路大家都很熟悉了，又不是第一次遇到，现在互联网传播更快了，大家脑子也快了，不是一味被媒体带节奏了，就连莲花味精都跑我视频下来说了，这似曾相识的套路百雀羚一定要撑住呀。前不久光明网还报道了百雀羚作为2024年全球最具价值化妆品品牌榜单报告中前15名唯一国货品牌，从2019年开始，海外影响力一年比一年上升，咱妈还把百雀羚当做过国礼送给其他国家，反而以前轻轻松松在国内大赚特爆赚的各个海外大牌们，现在日子也不好过。百雀羚近100年了，一直走的物美价廉路线，现在光年内线上销售额就近3亿。也有化妆品观察的行业账号爆料了，原来昨天晚上很多媒体都接到了百雀羚的爆料，他们也接到了，配合大半夜的热搜，上百家媒体统一出稿，从热搜舆论搞了这次大规模的混淆视听。以前国外品牌出现问题都没见媒体们这么团结过，媒体确实是有监督义务，但你发布问题，你也可以发布下百雀羚的回应呀，让大众自己做判断，而不是借题发挥的站队引导。品牌最终还是产品说话，百雀羚也是100年老国货了，他澄清说明清清楚楚，有理有据，否则看不惯这样明晃晃的被舆论引导欺负。更何况评价不代表不好用，这一波还有反向被安利到的人说，还以为违法添加的是啥，结果是原液牵牛提取物。原来百雀羚也是真的用草本提取物呀，以前成分功效也都很好，合法合规，只是后来2021年这个中草药提取物被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了，具体原因不知道，但是百雀羚也就改了配方，没有再生产了呀。现在拿着过去的产品来投诉现在的标准违规，就像各大热搜标题就很懂新闻艺术，没说谎，没事实错误就是恶毒。上海药监局看着检测出举报人违规成分的产品报告，也只能说调查呀。但这就造就了现在一整个互联网针对百雀羚的舆论讨伐战，只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大家没那么好忽悠了。